比特币牛市顶峰该如何辨别？交易所的流量可以辨别出牛市顶峰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我查了韩国的一个数据，我认为这个非常不错，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一篇影片呢，我们有提到了，我们用几个重要的网站的数据流量呢，可以辨别出比特币的牛市顶峰。那我们就来把注意力呢集中到交易所上面，因为其实交易所呢是最能反映这个交易程度活不活跃的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张图表上面就统计了几家主要的交易所的网站流量。你可以发现呢，我们横轴是时间，这个没问题。那么纵轴呢，就是网页的浏览量。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比较突出的就是两个，币安跟 Coinbase。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直接从 CoinMarketCap 上面，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现货的部分没有问题。前两家，第一个是币安，第二个是 Coinbase， 那么第三个是 Bybit。如果是 Derivatives， 也就是衍生品的部分呢，第一是币安，第二是 Bybit， 第三是 OK。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图表上面，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我们在流量到达顶峰的时候呢，大概是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回看一下当时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比特币走的是什么样的行情？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是2022年的1、2月左右。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我们熊市已经跌了第一波了，熊市的第一波已经走出去了。也就是当我们的交易所浏览量到达顶峰的时候，也就是散户涌入最夸张的时候，各位朋友们，那个时候我们的比特币的熊市已经走出去第一波了。也就是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在派发区间接盘的。那也验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卖在人声鼎沸时。当交易所的浏览量到达顶峰的时候，其实比特币的熊市呢已经开始了。当散户疯狂涌入的时候，散户最多的时候，比特币已经到达顶峰，甚至顶峰都过了，熊市已经开始了。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面得到的。那比特币在最顶峰的时候呢，价格最顶峰的时候，或者说还在冲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市场上的散户是不多的，因为我们从网页的浏览量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你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其他家的交易所都是趴在地板上的，比如说有 Bybit， 然后有 Upbit 就是韩国的交易所，然后 Kraken 主要是服务欧美用户的，然后还有火币啦、OK 啦等等的都非常小，跟 Coinbase 还有币安比起来呢，都不值得一提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图表，我认为第二个图表它相当的有趣。你可以发现它统计了两个数据，第一个呢是交易量，那单位是10亿美金billion。那折线的部分的话，它一样统计的是两间交易所它的浏览量。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深色的这个就是 Coinbase 的浏览量，那比较浅色的这个呢就是币安的浏览量，没问题的。它在下方有把时间轴、年份还有月份全部都写得一清二楚。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我们网页浏览量交易所的网页浏览量来到顶峰的时候，大概已经是2022年的1月、2月、3月左右这几个月份那没问题。那个时候其实熊市已经走出去一段了，所以那个时候进来的散户真的就是为在前面就已经持有仓位的人来接盘的。所以其实散户疯狂涌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熊市了。那个时候比特币的上涨，所有的上涨其实就已经结束了。这个就是市场非常残酷的一面。那我们再观察一下交易量，我认为交易量我们可以读出的数据呢，以及我们可以整理出来的内容呢，是非常精彩的。你可以发现，我们交易量来到非常疯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我们从2019年的3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5月份呢，我们的交易量都在不停的往上增加。你可以发现我们在2019年3月份到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峰值，那么随后呢，我们到达2020年的1月到5月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峰值。那最后我们在2021年的1月到5月的时候，我们又创出了第三个峰值，是一直在上升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我们回到图表上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呢，没错，我们当时就是在这段上涨的过程呢，我们的交易量不断的累积上去。尤其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随着我们牛市的进展呢，我们的交易量一定是要逐渐累积起来，一定要越来越大。如果说我们的交易量没有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这轮牛市其实也就不复存在了，或者说我们的上涨趋势就没有办法获得延续。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交易量最大的时候，它不会在更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2021年的3、4月份来到了我们的顶峰。那我们在2021年的3、4月份的时候，没问题我们的比特币呢就来到了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非常接近峰值的位置，也就是大概在6万以上。因为我们都清楚嘛，上一轮牛市最顶峰的位置大概就是6万到7万之间，那基本上6万以上就已经是这轮牛市最顶峰的位置了。所以我们牛市呢，如果说在上涨的过程交易量没有逐步的增加的话，那么我们的牛市就无法延续。那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在之后呢还创出了一个顶峰，甚至比我们前一个顶峰呢价格来得更高。毕竟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来到了6万9。那我们在2021年的年中的时候呢，我们只有来到6万5，也就是还稍微高出了$4000。但如果我们从数据上来判断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顶峰应该要落在2021年应该要把它归类在2021年的3月份到5月份之间，也就是呢，我们用红色线段所画出来的这段时间才应该被我们归类在是牛市的顶峰，而不是我们2021年的10月，因为数据上就是不支持的，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量能了，而且我们还有非常多数据可以佐证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以这种包括技术上啦，包括数据上啦，都可以来验证这个事实的。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如果用 Google Trends 在美国的搜寻量，其实我们来到顶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2021年的3月份到5月份是2021年的可能从2月份到5月份。那2021年的2月份到5月份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红色画出来的线段。所以其实这里才是顶峰。那白色这里呢？其实我们来看到 Google Trend 的部分当时来到了2021年的年底的时候，其实各位朋友们，当时我们的搜寻量呢，已经没有像2021年的年中的时候来的这么样的夸张了。所以我认为牛市的顶峰应该被归类在2021年的3月份到5月份，而不是2021年的年底11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网络的声量已经下来了这从数据上面就是支持的。那从技术层面上呢，量能，我们从2021年的11月，它有没有比前面有创出更大的量能？有没有越涨？这个量能比前面来的更疯狂呢？是并没有的。所以从技术上、数据上都有这样的说服的效果。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泡菜溢价，你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观察顶峰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们真正算是顶峰，应该是落在2021年的3月份到5月份，因为当时的泡菜溢价才是最夸张的，那个时候是散户最疯狂的时期，而不是我们2021年的年底11月、10月、12月左右的这段时间，并没有的。当时我们确实比特币是新高6万9，可是当时的泡菜溢价呢，居然还没有我们在2021年的3月份到5月份要来的更夸张，是没有的。所以我认为从数据上、技术上都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你可以观察一下为什么要在一个图表里面比较两种东西呢？就是交易所的网页流量，还有比特币的交易量。我们可以从图表上面非常显而易见的，当时比特币创造出顶峰的时候，交易量来到最高的时候，其实我们交易所的网页浏览量，它的数据并不是在最高的位置它还在准备爆拉，还在准备疯狂的拉升，它并不是在高点并没有那为什么呢？其实我相信这个非常好理解，盲点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拉盘呢，它是庄家拉的，那庄家他不需要有很多个账户他只要有几个账户就可以了，少数的几个账户就行了。那会出现很多个账户，交易所的网页浏览量剧增的情况下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大量的散户涌入。因为如果说今天有100万个散户，那100万个散户他们就会有100万个以上的账户，因为每个人有可能拥有2个以上的户头这是可能的。可是这种大户呢，它很有可能一个大户的交易量就可以抵过几十万个甚至上百万个散户的交易量了。所以前面它本来就不需要有多活跃的交易所流量，不需要的，因为只需要有少少的几个账户，大户就其实够操作了。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数据层面上，再搭配比特币的价格呢，这是我们可以读出来的数据，也为我们这轮牛市的顶峰呢有借鉴的效果。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交易所的流量开始暴增了，各位朋友们，散户涌入了，各位朋友们，我们已经迈入熊市了，牛市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而且呢，只会有一个顶峰，散户涌入它只会有一个顶峰，交易所的流量上涨它只会有一个顶峰，它不会有两个。那再来是我们上涨呢，必须伴随着量能不断的放大。如果说量能没有不断的放大，那这个上涨就是不健康，它就没有办法维系太久。那最后呢，我们可以把比特币的价格，也就是虚线的这部分，然后跟实线，也就是两大交易所的流量去做对比。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散户疯狂涌入，导致交易所的流量剧增的时候，各位朋友们，这就是我们熊市最疯狂的时候。我们熊市最疯狂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的年初到年中，是熊市最为疯狂的时候。没错，那个时候就是交易所流量大爆棚的时候，因为有过多的散户涌入，所以其实散户呢，他会一路看着比特币上涨，那直到有非常多散户都涌入到市场的时候，各位朋友们，牛市结束了，熊市开启了，他们没办法享受到牛市，他们只能呢在熊市为庄家接盘。这就是交易非常残酷的真相，也是我们从数据上面可以得到客观的支持的。那我们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数据，比特币价格在上升的，可是我们交易所网页的活跃程度它依然是没有上升的，它还是在比较低的水准了，甚至跟我们熊市的水准呢也没有相差太多。这也是为什么各位朋友们，我们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之前所开的这3张多单。你可以发现我们开的仓位价值真的是不大，我们 Solana、Avalanche 这些山寨币我们都只有开2万美金的仓位价值，那么以太坊开的稍微大了一点点，但也这是加仓的，只有5万美金，我们从2400一路拿到3400， Solana 从73一路拿到186，各位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总和的利润已经来到了7万多的美金了，7万多的美金。那么如果大家也对交易感兴趣，也对这些收益感兴趣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Bybit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那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50美金就送你50美金的体验金，来到了1:1，真的非常非常优惠，而且时间有限，大家要抢要快。好，那我们最近呢，我们开通了会员功能，大家只要点击加入之后，然后选择你想要的方案，比如说比较初阶的，我们就有图文观点，然后还会送你 Bybit 跟科比托的联名上衣。那么比较高阶一点的话呢，就有专属影片，还有 Bybit 的周边套组。那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